生打起拳来很棒啊，打起来很棒，一醒了他不会了。这种东西就不是你的，你是被控制的。这种东西神明不是一个 plus minus， 不是一个相对的东西，不是。神明不是，神明不是，神明也不是 God， 也不是那个。就好像阴阳之后都讲一个冷热干。对，因为成阴阳成事实了以后，它就成什么了？它就成相了，它就成相了，成为一个可以看到的东西了。在这个之前，是你看不到的。你把它叫成能量体也好，你把它叫成精神体也好。现在有人把它叫做暗物质的那个部分。不管阴阳四象以后，就变成相了。它之前不是相，所以他讲的这个天地，也不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天地。它这个天地是什么？我们讲气之轻轻者上浮为天，气之浊重者下凝为地。它是讲气的轻的气跟浊的气开始分开了。我们在宋朝以后是把这个东西就开始讲成阴阳了。啊，听没懂？懂哈？没问题的话，我希望你们拍下来或者抄一下啊，抄一下。没有空，有空的时候啊，稍微看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刚才问哈，这个要注意一个什么？这个轴啊，它在形容这个轴的运动的时候，它是讲什么？它是讲旋转嘛。轮的部分它是讲什么？它讲升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它是圆的，可以360度动的，它是讲升降的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平面的运动，它是立体的。我们现在看不是有些东西，有些图它中间在转，然后旁边的轮子会变成这样子，变成一个曼陀罗那个图形嘛。所以它们不是一个平面的旋转，你不要简单的想它是一个平面的旋转，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旋转。听不懂？如果是平面的，它旋转，它也是旋转，不是了。升降是上下的，它是中间360度的。所以你这个地方的活动，我们的武术里面，尤其在八卦拳里面有很多这边的活动，它什么？它可以做成这样子的。你练那个两仪之术的第一段，两仪之术第一段是走脾胃的。里面很明显的是到后面的时候，比方讲，它一开始是这个，这是左右的嘛，这是左右的，然后换方向左右的，然后来了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内收跟右到左平面的外放跟左到右过来以后，又变成这个上下。所以他在走这个脾胃的时候是8个方位，横直前后，听不懂？这就是这个轴的动，这就是这个轴的动，听不懂？中央就是脾胃啊。
这样懂了吗？这样你练两仪之术，前面脾胃那一段你就知道怎么练为对了。它已经是由内去控外了。你走到两仪之术的时候，就已经是由内去控外了。懂不懂？啊，我看到他一个什么什么功法，他写先天什么什么功，表示这个是要内修的。不是，因为后面的人用这个先天后天，后面的人去自己去定义它，所以也不一定，可能不一定。他在这边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，别的地方不一定。别的不一定。这些名词都是个人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他就拿定义去做别的定义。对，啊，有人讲出生以前是先天，出生以后是后天啊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名词而已。夏老师，去找出我们的咒吗？对，那运动的中是一种中，对，是不是？结构的中是一种中，是不是？这种的中，这个的中是能量的中，是一种中，啊，你都可以说它是中。那你要知道你在练的是什么嘛？所以很多东西它只是一个名词，它是一个名词，一个名词各种不同的状态下，你可以用那个名词来做说明，可是它的定义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很多书或者学很多东西要去注意的，是吧？所以一般那种定义含混的东西啊，我不太讲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施化他到印度去参加那个那个活动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做个提醒，你们有些人会参加，有些人不会了。凡是这种东西，不管他以瑜伽为名，以气功为名，以宗教为名，还是什么为名，他叫你去念一个咒，或者唱什么真言，或者唱什么东西，你不要做，因为你不懂那个咒，你不懂那个真言，它的功能是什么。然后，如果练出你自己或者旁边的人，他练出一种动作或者什么东西，他失控的，他不能自主的，这个东西绝对是错的，绝对是错的。我们人修行是越练越清明，我越知道我自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练一个东西变成你失控了，你去变成这种东西了，那一定是错的，一定错的，不要做。这样不懂？所有的修行都是让我们越练越明白，对自己的掌控越来越好，明白我自己是谁，越来越清楚。那种让你放掉你自己，或者说那个很多都是你进去以后，他把你先贬低的那些团体、那些教派、那些东西，通通不要信，通通是错的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要练的东西，是要我们自己我自己练出来，我自己能掌控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才是我的。以前有一个朋友会特异功能，他跟我说，你要什么特异功能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给你。我说不用，不是我自己练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又不是你自己赚的钱，你就不要嘛，一定有问题嘛，那个钱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那些东西由上司给你的灌顶，上司给你的什么，或者别人给你什么，你会做出一些事情。以前我去那个有一个门派，他就是会打那种叫什么灵动拳还是什么，那个是某一个门啦，以前很有名的。
一上身打起拳来很棒啊，打起来很棒，一醒了他不会了，这种东西就不是你的，你是被控制的。这种东西千万不要，听不懂？所以不要去追求那些东西啊。所以有些人连一些东西也是，好像印度的那些什么 chakra singing 还是什么，他们会哭，开始哭，这个也算是失控吗？不一定，有一些你去哭是你积压的情绪，你那个去看心理医生啊什么，你也会，你放松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去抒发你积压的情绪，你不要去那个嘛，你去看电影就好了嘛，看一个悲剧的，让你会哭的，你怕别人看到你哭，你就自己在家里看嘛，你就尽量哭嘛，是不是？那老师说失控是就是完全对，完全失控。你那个哭是你知道你的哭，你知道你在哭完以后很舒服，你积压的东西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情绪出来了，这种没有问题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不是你不知道的，或者不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控制的那个东西就不对，你就已经被别的东西掌控了，这样不懂啊？所以对于这些东西，比方催眠叫什么？啊？催眠就是一个还这种东西啊，我不是说它没有效，不是没有，而是你对你施术的人，你要非常相信他，你要非常信任，你对他要非常了解，你才敢啊，你才能这样子啊，你不然随便找一个催眠师，或者找一个人，你就去让他帮你催眠。任何人侵入你的思维，侵入你的头脑，你都要非常的小心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从来不搞那个，我从来不说催眠可以帮助你治疗什么，不用，我用我自己的方法，虽然慢，可是我自己知道，或者我一辈子都治不好，没关系，我跟他共存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去搞那个东西，你好了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好，你也不知道你在治疗的过程，人家有没有放什么东西进去，放什么暗示性的东西到你的头脑去，你不知道啊。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不干，是不是？要跟西医开刀一样嘛，你做一个全身麻醉送进去了，你怎么知道是主治医师给你开的，还是那个实习医师给你开的？那风险很大啊，你不知道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都是很无奈的，尽量避免。好了。